喜欢德沃夏克，有品位。不少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只知道贝多芬、莫扎特，大师的作品当然值得赞赏。不过德沃夏克的朴实亲切、自然流畅，也别有一番韵味。这张碟里面收录的都是比较经典的曲目，民族特色和旋律感也都很有特色。哎呀，二位真的是好眼力啊！这张 CD 呢是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，水准极高，发行量很少。我们店呢还剩下最后一张，请问二位谁想要啊？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这个就让给这位小姐吧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关关，找什么呢？要进场了，来吧。票呢？就在兜里。啊，三姐还没票呢。抬头望见。
官，陪我去洗手间补个妆。哦，对啊。站在最后一首没有上去，这首最后一首没有学呢。安迪姐，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人。林师兄？那是谁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就是那天音乐会，我在门口的4G店遇见他一次，结果在音乐会上我又遇见他了。哇哦，一见钟情啊！安迪姐，我是不是特别肤浅呀？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就看到他，我那心脏就扑通扑通扑通直跳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哪都喜欢。哇，没有什么肤浅不肤浅的，日久生情很美好，一见钟情也很美好啊，只是方式不同，没有什么高低之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就散场了呀。本来我还想凑过去说几句话的，可是我看他身边都是他认识的人，我就没好意思，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见他。这个情景就像是小说里的一样，听起来很美好。难得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？我以前总把自己收得很紧，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一切让我觉得可能会失控的事情，我都认为是洪水猛兽，谈恋爱更是如此。直到我遇到小曲，我才发现，其实谈恋爱也可以很主动，也可以很轻松，不用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障碍。可我连他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主动呀？除非我能想办法找到他。那倒也是。不行，可是他连我是谁他都不知道，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呀？我也不能因为我的一时冲动就打扰到他的生活吧。教官，你家教良好，懂得为别人考虑，这是好事，可也不必太束手束脚，处处只为别人着想。你也可以问问自己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，然后勇往直前去追求。像小曲那样吗？可我感觉我好像做不到。不，你不用像任何人，你就是你。但是有些事情不妨你尝试一下，就算没有结果，但总比留下遗憾强，对吗？安妮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我真的是曲潇潇的朋友，我来过那么多次了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可是曲小姐她真的不在家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有明确的规定，除非她亲自打电话或者是带您进去，不然我们实在没办法放人进去啊。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办法跟他打电话吗？你就通融一下嘛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来。我帮你。是你？怎么是你？太好了，那个我想上22楼等曲潇潇，她死活不让我进去，要不你跟她说说。哦，郑姐，她确实是小曲的朋友，要不我带她上去吧？行，既然你认识，我当然没问题了。麻烦你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你是住2202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那天在音乐会，我看见你跟樊小姐在一块儿。跟我抢唱片的那个人也是你吧？
真没想到啊，小许还会有你这么有品位的朋友。我就是爱好，跟你比差远。谦虚了。你不是跟小许分手了吗？怎么还来这里找他？我也说不清楚了。之前吧，他老缠着我，我就觉得腻烦。可是现在，我也是现在才意识到，理智是不能够完全控制他的。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犯贱吧。可你们完全不一样呀！你喜欢看书、听音乐会，他就喜欢泡吧和玩儿。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跟小许在一块儿是吗？哼，我也不明白。有时候吧，我嫌他烦，做事夸张没有分寸，甚至有时候连最基本的善良都算不上。可有时候吧，我又挺羡慕他的。生活太辛苦，大家都一本正经循规蹈矩，可只有他，却偏偏活得自由自在，恣意汪洋，随性而为，也挺好。你坐着等吧。不用。乖，你看我刚才在门口看见谁了？学校门口坐着那小帅哥，那赵医生小帅哥。帅哥可真够痴情的，也不知道在那儿等了多久了，我看着心都碎了。你看见他了吗？我看见了，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坐那儿了。我看他站着挺难受的，就给他拿了把椅子。不对，有内幕，绝对有内幕。你看没看见曲乔的朋友圈？他上面发着他跟包总2个人的合影，这说明什么？妥妥的三角恋关系啊！怎么会？包总一直喜欢安迪，怎么会跟小雪在一起啊？我给你看，刚刚看见了吗？啊？小雪最近不是收敛挺多了吗？啊？
她已经不拿姐妹们的朋友开玩笑了。再说了，她一直都很佩服安迪，怎么会拿她的男朋友开玩笑？你不懂，没准小曲啊就是喜欢那种满脸长胡子的男人。而且安迪不是也没说他对包总有意思吗？我觉得小曲跟包总两个人挺配的，男的帅，女的美。喂，小曲，你为什么招惹包总？小官发飙了耶！包总又不是安迪的男朋友，吃个饭怎么啦？难道你喜欢人家？才没有呢！你要是喜欢赵医生就赶紧回来，不喜欢就放手，让人家这样等在门口，你厚道吗？什么？赵医生？你说他在我家门口等我啊？不然呢？人家下班就过来了，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。还直接给我打电话，还说打错了，原来根本就不是嘛！在我家门口等我，真是没有想到他喜欢我到这个程度嘞！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我难得和姚斌他们吃饭泡吧，说不好我泡到天色发白不回家哦。不过你千万不要告诉赵医生哦，让他等着，活该！你怎么这样呢？你玩弄别人感情有意思吗？正义使者哎！不过千金难买我乐意，我就是想让他等着。哼，怎么着？许潇潇，你这样让赵医生等，你过意得去吗？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跟姚斌他们跳舞去了。来，拜。关关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硬？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。我就是看不惯小曲她这样故意为难人。我知道啊。我得去写总结了，要死了！我年终总结都来不及写了。小关，你帮我接一下吧，跟他说路况不好，不方便接听。哦。喂，安迪啊，我就在你小区门口。你出门的时候把车窗降下来，让我看一眼你好不好就行。昨天一直联系不到你，我担心了一晚上。魏总啊，我是小关。安迪姐现在在开车，然后路上挺挤的，不太敢接电话。啊，小关啊，你好。你们这么早就出去了？到哪儿了？我们今天早上醒得早，就出门早了。我们刚刚过了地铁口。那安迪好吗？挺好的呀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们都住在安迪姐家，所以我们早早就都睡了。她现在挺好的，还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丰盛的早餐。那就好，也多亏了有你们这些邻居照顾他。你帮我跟安迪说一声，他如果有什么吩咐，随时叫我。我这几天都不出去，随叫随到的。好的，魏总，我一定转达。拜拜，魏总。再见。安迪姐，你真的不打算跟魏总和好了呀？他一直等在小区门口，只求你降下车窗看你一眼。要是换成是我，我肯定舍不得离开他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更应该拒绝他，免得害人害己。你别劝我了，说说你的事情吧。你们公司的那个联名邮件，我觉得你不参与是对的。这种事情有些捕风捉影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一个公司会欣赏影响公司团结的人。安迪姐，你最近的麻烦事接二连三的，不用再管我了。正是因为最近遇到这么多的麻烦事，才让我感受到朋友的重要。越是麻烦，越应该彼此帮忙，才能变得不麻烦。我怎么觉得咱们22楼比大学宿舍还和谐呢？
樊小妹跟我说，她觉得我们22楼像《西游记》里的盘丝洞。我不知道，回头我应该看一看《西游记》，好好对比一下，是不是有这么像？安迪姐，不管你怎么决定的，加油！没反应，为什么？这照片都已经上传到网上去了，这毕业照都贴出来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咱们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安心做事吧。这种事情公司肯定有安排，咱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吧。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？你的这份年终总结我看过了，开窍了，写得非常好。怎么样，有压力了吧？看来还是有潜力可以发掘的嘛。一直都有压力，从进公司第一天我就想着考评。新人都是这样的，尤其在我们这种公司，想留下来非常的不容易，能够保持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，非常的难得。啊，对了，网上的传闻你都听说了吗？保持沉默是对的。平时我们一直在谈团队建设，可是，一遇到了压力，大家就立马没了立场，同时操戈，这还谈什么团队啊？公司啊，最忌讳这些。我想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我之前提醒过你，关键时候切忌急功近利。你能听进去，这很好。希望你以后一直保持这种品质。